岁万岁万岁万岁！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明白，皇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于致力国民革命反我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平等我之民族。12月5日，一封建议习近平辞职的公开檄文突然在网络上炸裂式疯传。文章是逐条列举了习近平10多年执政的倒行逆施，包括跨境绑架、取消任期制、推行史上最严的文字狱、新疆集中营、干预经济、家族特权与豪华陵墓，火力之猛，直指核心，让舆论瞬间沸腾。但真正让北京心慌的是大陆网络的全面失控。抖音上爆发了冲塔，有人贴6·4照片纪念赵紫阳，有人引用孙中山的遗言暗讽今天的中国。评论区集体喊出皇帝时代已经过去了。审查还没反应过来，影片与截图已经在墙内疯狂扩散。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成为最醒目的隐语。一封檄文，一场冲塔潮，为什么在2025年的中国突然同时爆发？这股情绪的背后到底积累了什么？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唐韵。坐在舆论火山口的习近平近日被烤得够呛。12月5日，海外 X 平台博主Tani Reverie 发表题为“建议习近平辞职”的檄文，通篇是直指习近平的能力、品格、制度合法性这3大硬伤，措辞犀利，火力全开，迅速引发了舆论。文章中指控习近平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气量狭小，滥用国家机器作为私人复仇工具。其中最震撼的案例就是香港铜锣湾书店案与桂民海事件。桂民海不过是出版了一本涉及他个人绯闻的书籍，习近平当局就跨境从泰国把他绑架回国，甚至逼迫他放弃瑞典国籍，电视认罪。作者痛批，这简直是把国家公器当作私人玩物，影响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作为一个大国主席，对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此大动干戈，无论从国家主席还是从公民的角度来看，习近平都是不合格的。如果说滥用公权只是品格问题，那么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则是直接动摇了中共统治的制度基础。文章猛烈抨击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岗位，与掏粪工并无不同。习近平却偏要当成皇帝，妄图永远连任。就在21世纪的今天，无异于将14亿人当成政治附属品，硬生生地把国家推回了准帝制时代。这篇檄文还隶属了多项罪状，包括在互联网时代推行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文字狱，剥夺公民的言论、结社还有出入境自由，在新疆推行集中营式的治理，以及外行指导内行、粗暴干预市场经济等。这个文章表示，习近平反对学生运动、镇压时代革命是当之无愧的现行反革命。此外呢，习近平家风不严，纵容亲属收受贿赂，违规为他的父亲习仲勋建豪华陵墓，占地面积竟然比古代皇陵还要大，足见此人狂妄到何等程度。文中一句评价极具传播力，这是倒退版的文革升级版，是披着现代外衣的集权复辟。文章还将矛头对准习近平主导的多项超级工程，比如说“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项目，被形容为好大喜功、脱离现实、虎头蛇尾，白白浪费数万亿的民脂民膏。作者最终给出的结论是，习近平的能力、品格与时代严重不容，如果继续掌权，必将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综上，建议习近平辞职。这篇公开檄文一经发表，迅速引发了热议。海外舆论场上有2种不同观点，一派表示千万别辞，靠他加速，中共才能尽快完蛋。
另一派则直言，他下不下台没意义，必须是中共整体终结，中国才有希望。更有网友犀利地指出，不是下台，是清算。这不只是一篇劝退书，它更是一次被压抑已久的时代情绪的集中爆发。当辞职成了奢望，当下台被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当发生的代价是牢狱与消失，这本身就是对当下中国最沉重、最直白的控诉。朋友们，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累，但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你元气不够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元气的方法，来自韩国锦山的参黄片。它是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9蒸9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用天然的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力拉回来。黑参厉害在哪里？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的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如果您是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如果您现在下单，输入大师局的拼音，还可以享受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就赶紧把你的元气、好气色、好精神都补回来吧。如果说呼吁习近平辞职的文章是一场突然炸裂的舆论地震，那么真正让这场地震扩散并且不可逆转的是大陆各地此刻正在上演的一幕幕现实困境。首先，中国的经济根基正在松动。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的繁荣靠的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红利，但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水电红利早在2010年左右就已经消耗殆尽。更糟糕的是，习近平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自杀式的政策，包括新冠疫情、强收香港、国进民退以及与美国的贸易战。这些错误直接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下滑，让无数家庭的财富瞬间缩水。其中最让民众心慌的是房地产业的全面崩塌，恒大、碧桂园、万科等房地产巨头接连暴雷。要知道，房地产业上下游占了中国经济贡献近30%，房产一倒，上下游产业全完蛋，金融机构也将面临巨大的冲击。曾经是百姓信仰的房产，如今成了最深的坑，辛苦了一辈子的积蓄，变成了一套无处讨公道的烂尾房。房子住不上，贷款的压力丝毫不减，断供潮、各种破产案逐渐攀升。然而，比经济困境更让人愤怒和绝望的是，中共官员及权贵阶层展示出的那种肆无忌惮的特权感。底层民众在为一口饭、为房贷学费发愁，所谓的官老爷、官少爷们却活在另一个世界。法律像是在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护罩，哪怕犯罪施暴，也总能被各种名目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江油校园霸凌案就是这种不公的最直观的缩影。7月22日，四川江油市一名14岁的少女被同龄人霸凌，整个过程还被拍成视频，在网络疯传。然而，真正点燃民怨的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施暴者对着镜头说出来的一句话：“你们觉得我们怕你吗？又不是没进去过，都进去10多次了，没20分钟就出来了。”这些话赤裸裸地透露出一种底气。我背后有人，
我不怕坐牢，你们拿我没办法。而当地警方随后将受害少女多处伤势认定为轻微伤，给出的处置则是批评教育。这样轻描淡写的处理，等于当面告诉所有人，这个体制之下，普通人的尊严和安全敌不过几个有背景的孩子。于是，愤怒很快从网络蔓延到街头。8月4日，大批民众聚集在江油市政府门前，为被霸凌女孩讨公道，甚至有人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活生生地将一场校园霸凌事件演变成了政治抗议。这显然是一次中国底层民众怒火的集中爆发。在另一头，贵州的殡葬改革同样戳中了老百姓心中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当地政府强拆坟墓，强推火化，甚至要将死者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进行火化，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抗议，并爆发了警民冲突。冲突现场有人怒吼，如果共产党要挖坟，先把习近平家的祖坟挖了再说。更扎眼的是，这种特权并不只是存在于具体事件里，它甚至被写进了法律中。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规定，吸毒记录依法封存。在该新规的宣传视频下，男童文旅的一句评论“哪位官少爷吸了”，立即引发网友的共情，短短一夜涨粉400万，并冲上了热搜。许多网友质疑说，这个条款是为谁准备的？这么漂亮的法律会用在自己身上吗？凡此种种，在中共的治下，一切都是在给特权阶层服务和兜底的。当经济尚可时，民众还能咬牙忍耐，指望苦日子总会过去。而现在，当他们快活不下去的时候，那种从内心深处升起来的愤怒，就不再只是对某一个事件的不满，而是对整个权力结构的否定。也正因如此，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才会越来越成为人们呐喊的口号。当局越封锁越焦虑，越管控越紧张，但民众却是越压越反弹，民意越堵越涌动。面对铁桶一般的言论审查，中国的网民展现出了令人震惊的勇气和智慧，以各种方式将下台的诉求变成了行动的火种。抖音是中共最看重也是最严格审查的平台，如今呢却成了民意最意外的出口。最近几天，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在抖音上冲塔，有人在抖音上直接贴上了6·4的图片，怀念赵紫阳。还有人在评论区直接说出了89、6·4赵紫阳去天安门看学生说过的话：“你们还年轻，我年纪大了，无所谓了。”还有一群学生在教室挥舞着手臂说：“万岁，万岁！”另外有一名躺着的学生边咳嗽边说：“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明白，皇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后，另一个镜头转向孙中山的像：“凡我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平等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些短视频在审查制度下，过去根本不可能存活，人们也不敢轻易去挑战。如今呢，却像野火一般传播开来。许多影片来不及删除，评论区早已炸开。一个万岁引来10个自由，一张照片点燃100条留言。这些不是反抗组织，而是一种分布式的觉醒。在一条波兰取消共产党的视频下，网友在评论区集中冲塔：邪教必须消灭，前几天捷克也取缔了，没几个了，现在还有2个太阳，一个是朝鲜，一个好难猜哦。波兰是个正常国家，祝贺波兰，从源头杜绝产生太阳的条件。不管什么党，把人民放在心里的才是好党。波兰人怕丢孩子，网友们以戏谑包装愤怒，以冷笑掩盖震动。然而每一句话都是巨大的政治风险，中共追着删，网民则反复重发。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时评人辛高地提到，建议习近平辞职不是第一篇，也绝不会是最后一篇。从2013年习近平上任以来，
要求他下台的声音从未消失，只是从暗流变成了浪潮。2016年的公开信，2018年的泼墨，2020年许志永的劝退书，2022年的白纸革命，2024年的海外联署决议，而如今轮到了2025年的网络集体觉醒。目前仍然在狱中的中国知名法律学者许志永，早在2020年就曾公开发表过致习近平劝退书。他写道：7年前，我希望您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那是国民众望，您却把我投入监狱4年，2届期满，归家休息吧。亢龙有悔，莫到悲剧时，悔之晚矣。4年后再读这句话，人们已经不再寄望于劝退了，因为辞职本身已成奢望，下台则被定性为颠覆国家。然而，真正的变化不只在于那些敢留言的人，而是在于那些敢于醒来的人。有网友拍视频说，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政府恩赐的错误观念。另一段影片里，创作者直接说出，老百姓越来越明白了，反洗脑。这些话不再是少数人的低语，而是一种迅速扩散的共识。过去10年，中共靠资讯封锁维持秩序，但当年轻人开始质疑，当中年人开始焦虑，当老年人开始抱怨，这个秩序便开始出现了裂缝。这些冲塔的视频、评论和暗语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同一个事实的不同侧面。民意正在突破审查，而审查正在失去控制。网络一旦失控，街头就会成型，街头一旦成型，就再也无法回到原点。新一轮的下台声浪其实早已不是喊给习近平听的，它喊给所有沉默的人听，也喊给下一次走上街头的人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